女同事偷吃东西过敏，还将罪名安在我身上。我愤怒辩解，男友却将她护在身后，问我人家也不是有意的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何苦这么为难他？我气笑了，反手将他与女同事踢出公司，让他俩好好在一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距离下班仅有1个钟头时，林婉婉一巴掌拍在我的工位上。江沐雨，我吃了你的东西过敏了，你得对我负责。他怒气腾腾，捂着自己的脸颊，眼尾泛红。我一头雾水，大姐，我什么时候分过你东西吃了？你自己乱吃东西，过敏了还要我负责？你当我是公司那群男的一样是冤种吗？沐雨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讽刺我？我本来就因为你的东西过敏。林婉婉涨红了脸，因为过敏而发红的脸颊更红了，2颗眼泪刷得下来了。我看傻了，虽然我话说得重了点，但我也没说错呀。林婉婉是我们公司有名的小白花，向来喜欢黏着公司里的异性，对于我们这些同性，她是理都不愿意搭理。平时若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，她就喜欢坐在工位上低着头抹泪眼，惹得男同事纷纷献殷勤。此刻一旁的新来的男实习生就蠢蠢欲动，保护欲爆棚，同骑士似的护在林婉婉面前。沐雨姐，你这么大声跟婉婉说话做什么？有事好好说不行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婉婉胆子最，最什么？实习生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。实习生被我看得全身发毛，连忙夹着文件跑路。我冷哼了一声，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拿自己当回事了。见替他说话的人被我赶走，林婉婉胸腔起伏，咬着牙根，一脸怒意。我瞟了他一眼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就赶紧去干活。听到这话，林婉婉抽泣着，唰的一下泪流满面，如水坝崩堤。周边的女同事吓到了，连忙上前慰问。林婉婉捂着眼睛，满脸委屈，最后抽泣道：江沐雨的葡萄籽让我过敏了，可他不但不负责，还赶我走。她哭得格外委屈。我已经不耐烦了，大姐，我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葡萄籽分你吃了？你别一张嘴就往别人身上泼脏水。林婉婉哭得更欢了，拉桌边上的女同事支支吾吾地解释：我只是听说那款葡萄籽很出名，所以心生好奇，想着沐雨姐平时对大家最大方了，就以为姐姐不会介意，没想到，算了，再怎么说也是我贪嘴，是我自己的错。说罢，林婉婉轻吸一口气，又是一顿哭。原本因为过敏而发红的脸蛋，在她清冷的气质上添了几分可爱，现在泪眼一挂，更是让人心生怜悯。可惜我不吃这套。就在我准备2次开口赶她走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林婉婉身后。怎么了？哭得这么厉害？说话的是许慕强，我谈了好几年的男友，也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。林婉婉见到来人是许慕强，瞬间咬着下唇，泪眼盈盈地望着他，好似下一秒就要碎掉。美人落泪，这一幕直接让许慕强的眼睛都看直了，瞬间如临危受命的将军般拍着胸膛道：婉婉，你有什么委屈跟哥说，哥肯定能给你做主。听到这话，我轻笑出声。许慕强从前年就开始跟油腻大叔一样，到处拈花惹草。从手机到公司，他关注过的小女生数不胜数，所以我也一直在找分手的机会。但许慕强太精明，每次被我抓住，快速化解。而今天他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也只是因为他没看到我。但此刻他注意到了我。沐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许慕强脸上泛着尴尬，我无所谓的耸耸肩。你的婉婉妹妹私自吃了我的葡萄籽，又说我的药让她过敏，你打算怎么给她做主呢？我勾起嘴角轻笑。许慕强见到与林婉婉有矛盾是我，瞬间没了之前的硬气，他满脸为难地看向林婉婉，下一秒就打算劝林婉婉算了。然而林婉婉好不容易抓住地稻草，怎么肯放？她低着头抓住许慕强衣角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垂着头道：算了哥哥，要是让你为难，你也可以不用管婉婉的，毕竟都是婉婉贪吃，自作自受。林婉婉以退为进，声音越说越小，最后甚至带上一丝哭腔。这一举动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住？更别说许慕强这种喜欢拈花惹草的男人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再次挺起胸膛。就在我以为他要说出什么让我不能拒绝的话时，他却莞尔一笑的拉着我衣角道：哎呀，大家都是同事，既然是你的药害得人家过敏，那就带他去看看嘛。我不接话。许慕强脸色难看，继续道：人家婉婉也不是有意想吃你的药的，只不过是试试药效嘛。而且婉婉家里不好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你何苦大庭广众下为难她？听到这我笑了。大哥，我为难她，是她非要偷吃我的东西，凭什么我要替她负责？你要那么喜欢给人家出头，那你带着她去检查呀，在这里难为我做什么？这一刻我是真怒了。虽然我想着林婉婉这事是个让我与她了断的机会，但他在工作场护着别人，将罪责推给我，不给我面子，那我怎么能忍？见我发怒，许慕强脸色很是难看。林婉婉见形势不对，登时又哭了起来，梨花带雨，好不惹人心疼。同事们见到这一幕，齐齐来劝我：哎呀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何必闹得这样难看？而且婉婉确实是因为你的葡萄籽过敏的，再怎么样也得带人家去看看。要是真出了什么情况，惹上麻烦的还得是你，不如先带他将检查做了，好放心。不是，同事你一嘴我一句的劝着，都在强迫我为林婉婉负责。我气急反笑，再次回怼：第一，是他自己偷吃的葡萄籽；第二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过敏是我的葡萄籽导致。如果检查结果与我的葡萄籽无关，那是要我当怨种吗？众人听后瞬间哑口无言。行了，我来承担行了吧？缄默无言，许慕强愤愤开口：哦。我歪着脑袋看他。许慕强咽了咽口水，接着道：如果婉婉的过敏源不是葡萄籽，我会替他承担所有医药费。如果过敏源是葡萄籽，那你该赔赔，该付钱付钱。听到这话，我笑了。就许慕强那点工资，上一趟医院做个全面检查，恐怕连下个月他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但他愿意做英雄，我又何苦拦他？于是我点头答应，提了个要求：如果林婉婉过敏，不关我的事，他们还得支付我的误工费。我昂着头看向他们，不是源于对葡萄籽的自信，而是因为那罐子里装的根本不是葡萄籽，是维生素 C， 只是林婉婉不知道，当作能美白的葡萄籽吃了下去。见我这么轻易的点头，许慕强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听到我的要求，他眼里还是闪过一丝忧虑。我饶是有趣地看着他，终于在林婉婉期盼的眼神下，他点头答应了。我挑了挑眉，为他的勇气小小惊讶了一下。而一旁林婉婉松了口气，擦拭掉眼里的眼泪，眨巴着眼睛看向许慕强：强哥哥，那我们走吧。说着，他再一次拉着许慕强衣角。不一样的是，这次许慕强眼中满是苦楚，
干巴巴地笑了一下后，才跟着林婉婉出门。医院拐角处，许慕强拉着我的衣角，低声劝解：“你跟林婉婉计较什么呀？她才上班多久，能懂什么呢？再说了，那葡萄籽本来就是你的，你负责不也是应该的？以后那个葡萄籽你也别吃了，大几千的东西居然还能让人过敏。以后要吃补品，就吃点好的，像这种死贵又没用的东西买了也浪费钱。”我笑了：“你的意思是要给我买新的吗？”许慕强的脸瞬间僵住，尬笑了2声：“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是吗？那我的葡萄籽就算再贵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木鱼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们是男女朋友，怎么能与我没关系？许慕强的脸色变了变：“呵，你也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呢？”我冷笑地看着他。许慕强抿着唇，刚想要辩解什么，却被奔来林婉婉打断：“慕强哥，医生说报告出来了，喊我们去看呢。”林婉婉一袭白裙，奔跑起来像极娇艳欲滴的百合花，白皙纤细的手挽上许慕强的手臂那刻，他的呼吸明显停滞了一下。看他这不值钱的模样，我轻声冷笑了一下。许慕强连忙将林婉婉的手推下，解释道：“大庭广众下拉拉扯扯不合适，我懒得理他们。”迈开腿朝就诊室走去，只等赶紧处理完这事，回家扔垃圾。就诊时，林婉婉紧靠在许慕强身边，细声询问医生：“我的过敏源是葡萄籽是吗？”“不是呀。”医生回答得干脆利落。林婉婉愣住，抓着许慕强衣角的手紧了紧。那是肯定是因为葡萄籽与别的元素反应诱导的是吧？医生眉头紧锁，一脸不解：“说什么呢？你身体里根本没有葡萄籽元素。”听到这，林婉婉身体猛地一颤，踉跄了好几步，吓得许慕强急忙扶住她：“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婉婉明明就是吃了葡萄籽才会过敏。”许慕强再次强调，并将我装葡萄籽的罐子递给医生：“不是，你们听不懂话吗？都说了，过敏源不是葡萄籽。”说着，医生将罐子里剩余的药片倒出来，放下鼻下闻了闻，仔细瞧过后，拧眉道：“而且这是维生素 C， 哪里是什么葡萄籽？维 C？” 林婉婉惊叫，而后像朵将凋零的花似的倒在许慕强怀里，眼里含泪，好似下一秒就要碎掉。许慕强一惊，搂着林婉婉大喊：“婉婉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婉婉。”医生眉头紧皱，以地铁上老年人看手机的表情瞧着他俩：“你俩搁这儿演琼瑶呢？这只是维 C， 不是鹤顶红。”医生无力吐槽。反应过来后，许慕强一脸尴尬，连忙让林婉婉自己站好，而我压下将要扬起的嘴角，努力保持平静，恍然大悟般地看着他俩：“不好意思哈，我忘记了，葡萄籽早就吃完了，为了方便携带，我前天刚往里面放了维生素 C。” 听到这话，林婉婉脸色难看，却再次硬杠：“那也有可能是残留的葡萄籽沾染上了呀。”我懒得理他，看向医生，问他过敏源是什么。医生拿着报告仔细看了一下，将其递给了我：“过敏源是芒果。”林婉婉面色煞白，眼底闪过一丝心虚。我突然想起，中午邻桌小梅正好带了几粒芒果糖。林婉婉脸色难看，我故作震惊地看着她：“怎么会这样呀？我看你今天也没有带芒果呀，怎么会芒果过敏呢？”林婉婉低着脑袋狡辩：“或许是我昨天晚上吃的，怎么会呢？过敏向来都是立马发生的，该不会婉婉你也偷吃了别人的东西导致过敏的吧？”我侧着脑袋，满脸笑意地瞧着她。林婉婉的脸瞬间通红，
知道过敏源就行了，重要的是抓紧治好。许慕强一把将林婉婉护在身后，我陡然发笑。刚才他还非要追究过敏源，现在知道是自己女神再次偷吃了别人的东西，就这样护短。看着他吃里扒外的模样，我心下泛冷，只觉得从前的自己是个傻子。对，你说的没毛病，治病最重要，所以掏钱吧。我往边上一撇，让出身后的收款码。许慕强脸色发绿，捏着手机的手迟迟不做动作。当他以一种求助的眼神看向我时，我脚底抹油，连忙开溜。想什么呢？踩着姐的头上讨别的女孩欢心，还想花姐的钱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太美了。出了医院，我一脚油门蹬回家，还没进门就看到地上摆着个大快递。这是许慕强求了3天，我才给他买的电竞主机，据说原价15000，现在做活动8000多。看他真的喜欢，我也就同意了。但现在这台主机他不配。看着快递，我依稀记得早上替林婉婉说话的那位男实习生就住在这附近。我反手拨了电话过去，通知他过来。敲门声响起，我正将许慕强的最后一条裤衩塞进超市袋子里。我起身解锁，男实习生局促地站在门口，见到我更是攥着手喊慕雨姐。他额头上铺了一层细汗，最后低着头说：姐，我早上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对不起，是我没弄清情况就乱下定义，请你原谅我。他弓着腰，大有我不同意就不起来的意思。我被他的可爱逗笑了，将手上因为整理许慕强行李而戴上的手套摘下，将他领进屋，指着边上的快递道：看你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，那个就送你了。实习生一脸懵，走近后发现是游戏机，瞬间愣住。姐，你这个真的送我？我点了点头。他欣喜若狂，再次弓下腰，以后慕雨姐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情吩咐。我很满意他的表现，挥挥手让他回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门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去开门的实习生与许慕强面对面站着。小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许哥，怎么是你？两人的声音同时响起，各有所思后，两人齐齐看向了我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小杨，实习生杨硕猛然一震，捧着快递从许慕强边上走过。此刻许慕强也看清了杨硕手里的东西，可等他反应过来后，人家已经拿着东西走远了。回过神后，许慕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江沐雨，你把属于我的东西给外人了？我点了点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许慕强气到全身发抖。见他不说话，我将屋里的行李箱扔到他跟前，继续道：既然没问题，那你就滚吧。看见行李箱那刻，许慕强眼眶瞬间红了。江沐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赶我走？对，我不但要赶你走，还要跟你分手。许慕强不可置否愣在原地。从前我对他100%顺，从没跟他提过分手，而今天我反应实属在他的意料之外。他唇间颤动，依旧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就因为我替林婉婉说了几句话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？你能不能懂点事？婉婉她一个人远赴陌生城市，我只是觉得她可怜才帮她。我笑而不语，将她与她的行李箱一齐推出门外，反手将大门关上。她远赴陌生城市可怜，那我呢？我不也是为了她，毕业后就奔赴她所在的城市。门外许慕强一拳一拳地捶在门上。江沐雨，你至于吗？我不过是替别人多说了几句话，你就要跟我分手？你的心眼也太小了。我不想听他骂街，当即联系保安，直接给他请出去。
渐渐的，走廊没了声音。客厅里，我靠在沙发上，木讷地看着电视剧，与许慕强的回忆翻涌而来。我与许慕强是校园恋，毕业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。因为他毕业的比我晚，工作之后就一直依赖我，连他现在这份工作都是我帮他找关系塞进来的。然而，工作好不容易安排上，他却以我的职位高为由，成天摸鱼。有好几回都让我发现他与女同事打情骂俏，只是念在曾经的美好上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当算了。而许慕强也识相，从没有闹到我跟前来，总是好声好气地照顾我，于是我便没有追究过。而今日他为了一个假白花打我脸，那我便没必要给他面子。男人不止他一个，回忆不能当饭吃，而我对他的爱意也早就消磨了个干净。祭奠完这段感情后，我起身换洗了衣服，来到电脑前继续处理早上耽误的工作，只为第二天一早的例会有东西讲。睡了个美容觉后，我早早的起床捯饬自己，却不想刚踏出门，我就收到升职通知，公司晋升我为主管，这意味着我的薪资将翻倍，直接成了许慕强的上司。副驾驶没了许慕强的咸菜早餐味，连上班的路上都是极度开心的。却不想刚踏进公司，就听到一堆议论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江主管多有钱的呢，原来是打肿了脸充胖子的，装的。是啊，平时看他多么有钱的样子，都是装给我们看的呢。我听说他前些日子还提醒手下的婉婉，女孩子眼里不要都是钱。没想到他自己听到林婉婉的名字，我当即转头看向那些碎嘴的员工，那几个碎嘴立刻低下头，不敢同我直视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走人。办公室里，大家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不一样的情绪，每个人都心怀各意。而我将包重重地放在杨硕工位，厉声喊他进我办公室。关了门，我直接抬头问杨硕：“说吧，什么情况？”杨硕攥着手，回头确定办公室外没人偷听后，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告诉我，是林婉婉和许慕强，他们把昨天的事情当作噱头，传遍公司里的小群，说你拿20块的维生素 C 放进2000块的美白葡萄籽罐里装富婆。说罢，杨硕将他所在的小群给我看，里面以一朵白花为头像的账号还在不停地发，就他那样还装富婆呢？我看他很可能是某位老大养的小宠物，要是他真厉害，怎么可能拿20块的维生素装葡萄籽啊？80%是上面那位最近断了他的零花钱，为了面子，他不得不装。你以为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年纪轻轻当主管，你说他没耍什么手段，我可真不信。这个账号一句接一句的泼脏水，而我全部记录下来，而后直接在大群里搜他的名称，意料之中没搜到，这是个小号。于是我将账号扔给我朋友去查，没一会儿他就回了信息过来，账号主人是林婉婉。看着这些恶毒的话，我很难将这个满嘴脏话的账号同柔弱似风的林婉婉联合在一起，但事实证明就是他。我让杨硕将我的小号拉进群后，就挥手让他回工位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特意在杨硕出门前拿了一堆文件压在他手里，前脚杨硕刚出办公室，后脚就听到林婉婉的声音：“杨硕哥哥，主管怎么给你安排了这么多工作呀？难道就因为哥哥你昨天替我说了几句话，所以他现在就这样为难你吗？对不起，哥哥，连累你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用。”他嘴上一层一层的抹黑我，手上也不耽误，
噼里啪啦的在群里带节奏。那个老巫婆是真的狠啊！昨天一个小伙子顶撞了她，今天就被她安排了一堆工作，厚厚一堆。我看她这是要将人逼死的节奏啊！没想到她的心这么狭窄，大家以后可要小心点，防备着她。刚见过她真面目的杨烁自然不会再上当，当即就躲掉林婉婉伸过来的手，厌恶地让她滚。林婉婉傻住了，不敢相信居然会有男人拒绝她的触碰，因此她瞪着杨烁的眼睛，难以置信地问他在说什么。当杨烁再次重复一遍后，林婉婉的啜泣声当即从外头传来：“小杨哥，人家只是关心你，你怎么能将怒火发泄在我们身上呢？你的工作那么多，都是江主管给你安排的，又不是我。”林婉婉捂眼睛，一脸委屈。周围的同事纷纷附和，护着林婉婉指责杨烁：“我的脾气受不住了。”刚握上门把手，外面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怎么回事？这么热闹？”是许慕强。我贴着门口听他们理论。许慕强听完林婉婉添油加醋说完一切后，再次护花使者上身，看见面前这个男人是昨天从家里搬走的杨烁后，即刻蹬鼻子上眼。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江主管的小男友呢。什么小男友？周围的同事惊呼。原来江主管好这口啊，用金主的钱去养小男友，他可真行。我的天哪，今天的瓜一个比一个大，没想到江主管这么野，不仅虚荣还好色。同事们笑作一团，一时间都忘了办公室根本不隔音。他们越说越离谱，我摁下门把手，现身在他们的目光里。笑得最欢的那几位瞬间噤声，其他人更是如作鸟所散，低垂着脑袋回到自己的工位。见到我，林婉婉和许慕强嚣张的气焰瞬间消散，两人硬着头皮看我。怎么，刚刚不是说得很欢吗？继续呀！我戏谑地看着他们。许是我气场太盛，林婉婉吓得不敢说话，躲在许慕强身后，扯着他的衣服，试图让他当出头鸟。许慕强也不是傻子，紧闭着嘴唇不说话。我被他们这副怂样逗笑了，竟然不敢跟我对峙，又何必来招惹我？我一个眼神看向林婉婉，她瞪着眼睛，缩了缩脑袋，最后梗着脖子叫道：“谁招惹你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本来就是故意刁难小杨。”我笑了，看向杨烁：“我刁难你了吗？”杨烁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主管给我的这些工作都是我想要加入的项目，要不是江主管点头，我恐怕根本就进不了这个组。”林婉婉脸色难看，抿着嘴唇，瞪着我。许慕强看不得小美人委屈，一把将她拉到身后。江沐雨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我知道你看婉婉不爽，但她说的都是现实。你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钱的时候装富婆，有钱了又去养小鲜肉，无情无义，自私虚伪。许慕强眦目欲裂地看着我，好像我是他的仇人一般。我的心虽然已经死了，却还是心寒。这么多年，换来他一句无情无义、虚伪自私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当即将准备好的99页 PPT 转发小群里。PPT 命名：无良渣男许慕强，吃喝女友10几年无人知，一朝出轨万人晓。我扬着手机看向许慕强：“你说我自私虚伪，那就让大家一起看看到底谁才是自私虚伪的人。”他脸色渐变，在同事们鄙夷的眼神中涨红了脸。他们俩居然差点就结婚了，还好江主管看清了渣男的真面目。许慕强整天在公司里吆五喝六，我还以为他很牛呢，没想到还是靠女人进的公司。许慕强的脸色愈发难看，
衣袖的下拳头紧攥着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将我碎尸万段。江主管，你干嘛这么欺负慕强哥哥？虽然慕强哥哥出轨了，但你肯定也有错呀。躲在许慕强身后的林婉婉突然开口，瞪着眼睛，一脸倔强地看着我。我气笑了，我的错？那你倒说说，我错哪儿了？林婉婉冷哼一声，双手交叉于胸前。那自然是因为你太好强，性格倔强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如果你能小鸟依人一些，慕强哥哥肯定不能去找别的女人啊。他强词夺理，将歪理说得理所应当。我倚靠在桌边，笑着反问他，所以你说的小鸟依人是这样吗？我将保存好的照片打包发上群，林婉婉的手机直接被信息轰炸。看着群里消息，林婉婉脸色泛青，直至发白。江沐雨，我怎么得到这些照片的是吗？我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划，照片里林婉婉靠在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身上，一脸谄媚。有几张清凉照片更是难以入目。同事们拿着手机，一脸唏嘘，交头接耳道：这林婉婉天天扮娇弱勾引男人，没想到他真的有下手的对象啊！哎，你们看这男人怎么那么像咱们公司副总啊？呀，对呀，你看这身材，还有下巴那个痦子，就是他。没想到林婉婉口味这么重，这都下得去口。我看他真的是饿了。同事们捂着嘴轻笑。林婉婉脸色不断变换，精彩堪比路边的红绿灯。不许看，你们都不许看！林婉婉攥紧了拳头，疯了一般的去扒拉大家的手机。好几个同事因为躲闪不及，手机被扫到地上。林婉婉，你疯了是吗？这可是我吃了3个月泡面买的新款。林婉婉颜面无存，哪里还管手机的价值？她只想着赶紧阻止信息传播，但她一个人哪里能阻挡网络？下一秒，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暴力推开，一个肥胖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那是财务部主管阿姐，也就是林婉婉金主的原配张彩娟。贱人，你居然敢勾搭我老公，看我不撕了你！张彩娟张牙舞爪地直冲林婉婉而去，3两下就将林婉婉撂在地上，骑在她身上，一拳又一拳地挥舞着，完美还原武松大虎这一画面。大家怕出事，连忙上前阻止。将林婉婉从张彩娟手里解救出来时，她已经面目全非，脸上好几个血口子，看得极为瘆人。林婉婉未曾察觉自己脸上的伤口，面红耳赤地指着张彩娟破口大骂，言语中依旧是那套歪理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我与彩娟姐一对眼，险些没笑出来。林婉婉不明白我们在笑什么，两个鼻孔出气，脸色涨得越发红艳。我踩着高跟，拉了一把椅子在她面前坐下。到我们这个年龄，所谓的感情已经不是什么相濡以沫，而是利益。你说副总爱极了你，要离婚娶你，可你被打得这么狼狈，他怎么不来维护你？林婉婉语塞，梗着脖子，张嘴。他只是太忙了，没有看到，等他看到，一定会来替我讨公道的。彩娟姐突然发笑，替你讨公道？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说着，她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过去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想我了是不是？副总油腻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。彩娟姐一脸嫌弃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回复：我这里有个林婉婉小姐，说自己是你的小宝贝，明天要和你去领结婚证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什么林婉婉？王婉婉？我不认识啊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你千万不能听别人挑拨，质疑我对你的感情。副总油腻的声音极为黏糊。
林婉婉瞪着眼睛，几乎快疯掉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肯定是因为你在，所以王总不敢说话。他在私下不是这么说的。他眼眶通红，上来就想要攻击彩娟姐，却被人家直接摁在桌上。林婉婉本就瘦小，在彩娟的对比下更是渺小至极，细胳膊细腿的，好像只要轻轻一捻就会碎掉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就赶紧收拾东西滚吧。彩娟姐松开林婉婉，拿起纸巾，一脸嫌弃地擦了擦手臂。林婉婉面色难看，在同事的目光中狼狈地拿起自己的包走了。许慕强愣愣地站在原地，欲言又止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拉着彩娟姐一起进了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我给她倒了一杯白茶。彩娟姐消消气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帮我把那个狐狸精赶走，让我以后工作更方便。说什么呢？大家都是姐妹，我帮你，不也是帮我的自己？要不是你，我还很难拿到那人出轨的证据呢。有了这证据，我让他净身出户的理由也就更多了呀。彩娟姐抹了一把眼泪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行了，你好好工作，我相信你马上就要到我这个级别了。看着彩娟姐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泛起一阵酸。年少夫妻都能走到这种地步，我跟许慕强这种校园恋掰了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想到这，我低头苦笑，嘲讽地摇了摇头，继续工作。坐上主管的位置就是不一样，一天的工作量比从前多多了。熬了一天下来，整个人几乎精力散尽。等我出公司时，外头已然拉下了黑幕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，却不想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我门口。来人看到我很是兴奋，噌的一下站起，伸手就要来替我拿包。做什么？我退后躲掉他的手。许慕强悻悻然地看着我，慕雨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许慕强一脸可怜地看着我，而我冷眼相对，一言不发。许慕强扑通一声跪下，抱着我的小腿忏悔：慕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就原谅我这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了。是林婉婉那个贱人勾引的我跟她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笑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还是什么都来不及发生？许慕强脸色僵住，解释的话语哽咽在喉咙里。行了，滚吧！从前是我瞎了眼，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我抬腿将自己的小腿从他胳膊中抽出，一脚踹在他肩上。还好我今天穿的是带高跟的靴子，否则我得扔裤子了。许慕强还想跟我求饶，却被姗姗来迟的2个保安架住。慕雨，慕雨，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到从前了，但看在从前感情的份上，我能不能再求你一件事？我开锁的动作停住，挑眉看向他。怎么，你是要给你妹妹求免死金牌吗？我的语气冷冽，声线里满是无情。许慕强顿了顿，即刻否认。我希望以后在公司，你不要因为私人恩怨给我穿小鞋。我皱着眉看他，怎么，在你们眼里，我江沐雨就是这样的人？许慕强没说话，最后憋出一句：成人之危，非君子。我瞬间明白，他说的是我用一个通宵做他们丑事 PPT 的事，但我这明明就是正常自卫，哪里算什么成人之危？我冷冷地看着许慕强，我非君子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？你跟林婉婉自取灭亡，与我何关？再者，君子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虽然我不是小人，但也是一个不会任人欺负的女子。说罢，我推门而入，一个响声直接将许慕强关在门外。走廊里，许慕强的叫嚣还在继续，但在与我无关。
为了避免再有人半夜堵我门，我连夜搬家。等我第二天再回公司的时候，许慕强和江沐雨的位置已经空无一人。杨硕告诉我，是财务部的彩娟姐网上报告的。他说知道我这人心肠软，所以提前替我处理了，就当他对我的报答了。却不想开除单位过我的手，当事人却记恨上了我。那日我正与闺蜜在逛街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却冲了过来，似乎是想将我一刀刺死，然而却被边上恰好巡逻路过的辅警就地羁押。送到警局后，我才知道那人正是林婉婉，与他一同计划刺杀我的便是许慕强。看着他们满眼的恨意，我是一头雾水的。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恨意从何而来，这不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吗？但我不必再去纠结什么，未来他们将不会再有出现在我面前的机会，等待他们的是5年牢狱之灾，以及与社会的断绝，而我将越爬越高，让他们远不可及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